迎回来，新闻大白话，马上来带您来看到，就是华为的这个手机，现在是浴火重生了吗？好，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哦，在晶片公司协会今年的时候就有曾经预告过，华为呢正在中国各地建设一系列的半导体制造的设施，这是一个影子制造网络，也使得呢这家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将其晶片的设计变成了现实。为什么呢？怎么说？现在呢就传出这个 Mate 60 Pro 里头搭载的华为晶片呢，就是凭着这个海思设计的麒麟处理器。媒体报道就称了，其实这个晶片是采用了5奈米的技术。这5奈米的技术有多厉害？可以说是堪比最新技术落后一代而已，非常的脚步走在很前面。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华为的这个手机呢，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有拿到实体的机了嘛，所以已经可以开始测试了。不管是呢它的速度啊，或者机型等等的，那么就有美国媒体直接实测了，他说你这个网速真的是超级无敌快，甚至呢是媲美最新的 iPhone 的这个机型。然后彭博也进一步提到，就是华为的新款手机的网速呢，刚刚提到嘛，已经呢这个频宽是已经近似于其他的5G 手机了，被称赞是从美国重重技术制裁中突破的一大突围哦。而且呢，如果真的是麒麟归来的话，其实就代表着2大意义。哪2大意义呢？第一个，这个呢是第一款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等于是它没有依靠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的技术，这个通通就是 Made in China 的这个东西。那么第2个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代表了美国对于华的这个科技的相关的技术的制裁，甚至说全面绞杀还有封锁的行为，其实是失败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的这关键时刻，任正非拒见美方的团队。我们呢把这个讲到华为，其实有列了2个时间点，这个是蛮关键的。首先呢是2012年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呢就曾经访问过华为，当时要推动华为上市。他呢，其实就是任正非，他始终都是没有露面的，所以呢，罗奇他很失望的抱怨说，他拒绝了一个3兆美元的团队啊。好，我们把时间往后推一点点，2019年5月的时候呢，美国将对华为实施这个发禁令。那么在这个禁令生效之前呢，在美国供应商是特别加班了36个小时给华为供货来。稳定供货最后一批的概念。那么呢，任正非呢得知之后呢，甚至是说感动的流下了眼泪。那么现在突破了重重的难关之后，华为这一台手机的上市，搭载了5G 麒麟晶片，双回归，也等于是大打脸了美国这一系列的制裁，可以说是君子报仇3年不亡，这个脸打得很凶啊。好，讲到了这台手机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中国国际服贸交易会当中呢，华为的笔记本这个擎云 G540 呢，是已经成为了在新京报2023年服贸会报道的指定用机。你呢，就是只能用这个华为的这一台的笔记本。也就是说呢，现在其实这个最新推出已经成为了华为一个外设在会上大显身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讲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些制造啊，还有生产啊，其实除了更高一层楼以外，他们现在经济又是如何呢？现在大陆是全面的要来加强经济的交流以及开放了。习近平呢是在服贸会上的致辞，扩大对外的开放。他的说法是说呢，大陆将打造更加开放以及更加包容的发展环境，积极展开服务贸易还有投资负面清单的谈判。另外呢，李强呢在会面 IMF 总裁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了，现在经济总体呢回升向好。他的提到内容呢，这边替大家整理出来是中国经济呢现在是持续的恢复当中，总体回升向好，中国很有信心，而且也有能力可以推动经济持续的健康向上发展。讲到 IMF 总裁呢，他也提到了一段话，他说现在大陆经济对于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是已经达到了1/3，是万不可小觑的。甚至呢，他也赞赏就是中方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采取的有力的举措。那么讲到现在大陆经济是越来越往上了，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跟
澳洲相关的互动了。来看到呢，现在呢，澳洲的代表团呢，已经呢确定要将前往到了北京来进行参访了。这个呢，其实也是3年多来呢，澳洲首度恢复了两边高阶的一个对话，包含了政府还有产业的相关人员、学术界还有媒体界所组成的这个访问团，将会在9月7号，时间也快近了。在这个时间点呢，前往到北京跟大陆对口来进行进一步的谈话，这个呢也是两方努力稳定关系在迈前向一步的重要的指标。而且呢，刚刚讲到经济的部分，其实进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了，包含了今年澳洲牛肉的出口前3名，第1名是日本，来到了12万吨。第2名就是中国了，来到11.5万吨。那么美国呢，现在是位居第3的。而且呢，讲到中国这个数字，虽然说呢是11.5万吨，但是呢还在急速的往上升。这个数字呢，现在呢是不停的往上加的。还有呢，这个肉类分析师就进一步提到了，今年大陆呢将成澳洲最大的牛肉的客户。还有呢，澳洲的贸易部长他也提到了，随着两边的关系改善了之后，未来或更多的产品解禁之后，相关的限制取消之后呢，相关的数字都还是会往上的急速提升。好，那么讲到了大陆的这个发展，其实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大家还记得吗？在不久之前哦，这个淄博的烧烤引起了很多的人关注啊，变得很红啊，这样子。结果新商机又出现了，现在堪称媲美这个淄博烧烤2.0，就是天津的跳水大爷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哦？这空拍画面真非常有趣，非常多的人聚集在桥上。那么他们现在是要准备干嘛？就是跳下水哦，这个其实呢是一开始有很多老人家，他70、80岁要来健康身体的时候跳水的一个运动，没有想到呢，结果透过影片、透过宣传之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热门的打卡景点了。甚至呢，有国外看到这个呢，是来自国外的俄罗斯女孩也来跳水了，甚至是奥运金牌跳水选手也冲着这个景点而来，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红的一个商机的地方了。好，那么呢，我们先问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就是包含了从华为现在浴火重生了，是不是对于整个世界也说是一个震撼弹呢？现在大陆流行一句话，就是说1566天，也就是说华为遭到美方这个完全的断供以后啊，到今天这个Mate 60 Pro 啊，这个横空出世啊，那么这个中间一共经过了1500多天。那1500多天到底它造给这个所谓的手机界的震撼是什么啊？那震撼就是说，第一个，这个麒麟9000S 这一枚Mate 60所用的 CPU 的这个核心处理器这个晶片哈，是全新华为自己设计的。那你要知道，设计晶片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美国所独占的一种晶片设计软体。那么晶片设计软体叫ZDA， 美方在2020年5月的时候一起把这个禁了。也就是说，你会烧菜没有用，可是我把你的锅碗瓢盆什么碗筷通通收起来，你没办法烧菜。美国就把这个 EDA 拿走了，所以海思原来是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也就是华为的这个晶片设计厂，原来是世界上已经是名列前茅的晶片设计公司。美国把它的晶片设计软体停用，不准海思用，那海思当然设计不出来新的晶片了。那个是1500多天前的事情，可是呢，经过1500多天的努力呢，海思自己设计了新的晶片软体。那这个新的晶片，这个晶片是没有用到美国的晶片设计软体的，而是用自己的方法设计出来的。所以呢，这是给世界的第一个震撼。那第二个震撼就是说，这个晶片设计出来以后这个麒麟9000S 这个晶片设计出来以后，有人发觉它居然可能是接近5奈米的这个程度的。原来事实上中芯国际已经对外宣布，大陆的中芯芯片这个公司已经宣布它已经可以做7奈米的量产了。可是外界还是半信半疑，认为说量产的话，你表示你的良率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准那并没有看到这个中芯有这个大规模的生产的这个迹象。
可是这一次呢，麒麟9000晶片 S 晶片，有人说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5奈米的程度了，所以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震撼，也就是在没有国外的这个技术跟设备的资源之下，那么中国大陆的晶片制造厂成功制出了有5奈米功能的这个晶片，所以不管是晶片设计跟晶片制造这美国卡中国科技最重要的2个关口，基本上也可以说都被华为突破了。这也就是这一次华为Mate 60 Pro 这个手机所以让中国大陆等于可以说是全民轰动，全民都怎么讲，都非常办喜事一样在迎接这只手机。倒不是这只手机如何，而是它成功突破美国的科技封锁。那么这只手机事实上的话，它的功效，它的这个网速，那么很多这些这个博主这个高科技博主已经测过了，高达800 Mbps， 这是一个标准的5G 手机，甚至有人说5.5G 手机。所以我想这一次手机的出世，就表示美国对中国大陆在这个尖端这个高端晶片的封锁上面已经怎么样被中国大陆突破了。舰长你怎么看呢？前几天的节目我就拿出这张手板，这张手板呢其实是金融时报他讲的，其实也就是 NEC 跟 Sony 这2家公司的高级主管都认为，现在拜登那个所出台的对大陆的所有政策通通都即将失效。那即将失效，其实华为的这一支 Mate 60 Pro 其实就展现了这一个结果那当然，前面刚刚主持人有谈到，这是一个影子制造网络那这个影子制造网络现在已经浮上台面了。那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意义就是卡脖子结束了，也就是当初想要透过卡脖子来拖慢大陆研发 AI、研发超级电脑、研发这个高超音速载具的各种目的，现在都已经崩溃了。因为再强调一次，军方所使用的晶片绝对不是现在的高阶制程，而是成熟制程。那它高阶制程都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就更不要讲成熟制程那个大陆的实际上的制造能力那另外有关于说美国这种对于大陆的封锁的行为其实应该好好的去看一下上个礼拜《经济学人》他的那一篇主要专题在讲什么？在讲拜登的中国战略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呢？其实电影讲的对，生命会自己寻找出路。也就是你封锁了那个大陆卡脖子，对不起，现在人家已经走出，就是历经了刚刚谢大师讲的1566天之后，他已经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路怎么走的？小舰长这边先爆个料，2018年你去看中国知网，它就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有关于晶片制作的一个相关论文讨论了。这也就是为什么 CIA 现在他要录取大量母语为中文的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他也在看论文。你只认为只有 CIA 在看论文吗？没有哦，纽约时报也在看论文，然后华尔街日报也都在看论文。然后现在这个种种，其实也就代表了中国即将走出一条不同的路，经济只会更好，不会再坏。韩彬哥，你怎么看呢？现在包含了这个澳洲代表团也即将到北京访问呢。其实很明显的，虽然美国一直在阻止中澳之间的关系缓和，但是澳洲显然是认为跟中国大陆做生意是对他有利。像过去这几年跟中国大陆这种呈现半断绝往来的这种状况，对澳洲显然
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澳洲现在正在积极跟中国大陆谈判。那以中国大陆的消费能力，很快的，它应该就会跃升为它的牛肉啊这些第一大国。那之前的所进的这些红酒啊，其他这些东西，慢慢大概都会陆续开放。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中澳之间的贸易额会大量上升，这是可以预期的一个现象。所以对中国来说，它现在的战略，我觉得还蛮清楚的。你看哦，就是过去中国大陆可能比如说对个别国家都用同样的力度敲打，可是现在不是了。你看现在很多时候中国大陆只对美国敲打，可是对日本、韩国，甚至加拿大或者是澳洲，他们即使附和着美国去讲出一些话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反应相对就没那么激烈。那甚至遇到比如说一些船舰啊到中国大陆附近来做一些挑衅的举动的时候，他甚至就只针对美舰去处理，那对其他的国家的军舰就直接把它放过。那我觉得中国的战略很清晰，就是他现在要积极在世界上交朋友，然后他要想办法弱化美国的盟邦的范围。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大陆就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战略指导原则，然后不断的在世界上去开拓。那过去这半年的时间，其实一直有一个危机，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上面临的困难，他们的失业率很高，然后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包括我们台湾内部很多媒体都在讲中国不行啊，中国快完蛋啊，甚至国外一些媒体讲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已经停滞啊，未来就会泡沫化，然后快完蛋了，就跟当年日本一样。可是通过这半年之后，看起来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站稳脚步，重新再出来。那中国大陆这次重新再出来的话，美国再想要关注它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美国已经把它能够钳制中国大陆的手段几乎都用。那当你全部都用了之后，人家还不死，那接下来换谁死？这个情况就非常明确了。所以我觉得华为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中美斗争的第一阶段而已，未来中美还要斗好几十年，还有好几个阶段要走，那就是一步一脚印继续走下去。那胜负目前尚未可知。同样引发国际关注的还有日本核废水的这个问题哦。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下来看到呢是日本核污水的这个相关问题了。现在呢，核污水在排放了9天之后，现在算一算已经9天了。那么福岛近海呢是首度验出了这个氚的这个物质。那么东电的公司呢也进一步证实，的确有受到影响。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反对核污水排放的人呢，民众呢是已经开始检举，这是在讲日本的民众检举呢岸田过失致死罪。这是民间组织呢以业务过失致死呢，向东京的地方检察厅提出了对于岸田文雄的检举书。至于呢，刚刚这边提到的是日本自己民众的部分，那韩国就在隔壁了。韩国现在呢是警告呢，将就核废料的问题要把日本告上联合国。还有呢，看到现在日本呢是在野党，还有90多个市民团体，也将在9月2号的时候，就在昨天的时候，是已经呢在首尔市中心再次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来抗议，呼喊呢要禁止进口所有日本的水产品，要来确保自己国民韩国人民众的一个食安的健康疑虑问题。还有呢，在这个韩国部分，共同民主党党魁呢，他也说了，呼吁尹锡悦对于日本理直气壮、勇敢的站出来说不。我们看到日本自己的态度，还有韩国的态度。那台湾的态度又是如何呢？看到了现在呢，我们的谢长廷驻日的代表呢，他就说，现在呢，日本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是呼吁的。旅日台侨支持日本渔民，还有水产加工业者。谢长廷甚至直接说，这个就是我们展现患难见真情、善的循环。可以看到，两边态度差很大。那网友就说了，现在台湾还有韩国尹锡悦，你现在都成了日本的小弟了吗？怎么对于这么严重，或者是说甚至可以说影响健康疑虑的东西，保持这么良善的？甚至说没有再去进一步的抗议抵抗，还有讲到这个核污水的问题也是进一步引爆了这个台日民族情绪的持续高涨。现在广州甚至是出现了首间的
核与辐射健康门诊，还有呢是有日本中国的这个网美甚至烙话，我每天放送自拍18禁的片子，要求老司机一起来抵制日本的 AV。还有一支影片要给大家看到的是有中国人在日本的街头以日文来访问日本的民众，说：“你怎么看对于排放核污水的这件事情的看法？”带您看一段这个影片。汚染水の検視でいます。処理水じゃないよ。もう処理してある汚染水をもう処理して、そんな危険もないのに危険だって言ってるでしょ。そこはどこの人？中国人です。中国、日本から出てください。退去してくださいよ。だって日本になんでいるの？そしてそんなこといらのお前。中国は日本に戦争を仕掛けてるんですよ今。あんたなんで日本にいるの？バカじゃないの？すぐ日本から退去しなさいよ。あなた失礼だよ。中国の原発は日本より今の基準より高い濃度の汚染水を自分の国の海に流してるの。あんたそれ知らないでしょ。中国やれないよ。自分の国は絶対正しいという。そう、中国愛しているなので。さっさと日本に帰ったらどう？可以看到呢，中日这个民族情绪持续的高涨当中。那么现在时隔4年，日本的经团打算要在明年初的时候要来访华了。这个时间呢，就定在明年的1月23号要来访问北京。这个访问呢，是有意想要舒缓，就是因为福岛核污水排放而紧张的中日两边的关系，并且确认呢，在经济领域合作相关的重要性。另外日本呢也年底要提供超过20亿日元。要来帮助水产业者摆脱对于中国的依赖。不过讲到摆脱中国依赖，岸田文雄就说了，我们福岛海鲜不卖中国，讲得很帅气，不卖中国，我们就把这些海鲜卖给欧美就好啦。不过我看到了，美国这个上半年减少对日本海鲜可是进口最多的国家，减少最多的。那么到底欧美，你说你要卖给他们，但是他们肯买单吗？先问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从现在这个核污水就是不管是日本自己的民众，或者说韩国态度都很强硬呢？其实日本本身反这个日本把核废水、核污水倒入海里面的这个力道越来越强，因为越来越多科学证据显示可能最大的受害国还是日本。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周边国家像韩国像中国大陆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让日本的这水产业受到了已经相当大的这个损失这也是会加深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这个举措的这个反感跟质疑，所以这个东西都在慢慢正在酝酿当中。韩国现在这个李在明他的最大反对党的这个党首已经在这个绝食了，然后韩国街头的反日的这个情绪这个游行越演越烈了。那中国大陆现在也是群情激愤，认为日本这个国家这种作为太不负责任，而且怎么样以邻为祸。那当然要把日本的这个所有的水产品禁掉。那我们台湾目前这个蔡英文政府是还没有反应啦。不过前2天传出来一个谣言，网络上传出个谣言，说有2万条因为日本不能销到日本跟韩国的鱼类现在已经要往台湾销了，而且已经进口了。哇！结果绿媒立刻来在网站上，在他们报纸上登很大新闻来辟谣，然后这叫谣言终结战。可是你听听看，这不是很好笑吗？他说谣言是说有2万条日本的中国大陆不要的这个污染的鱼已经送到台湾了。他说不是，还没有送到台湾。谣言是说已经送到，他说这个只是说这个是在日本的一个佐伯市的一些渔业的这些渔业工作者，他们有2万条鱼遭到退货，没办法烧。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把这2万条鱼改卖到台湾。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办法证实是不是已经卖来台湾，然后呢，还没有证实已经到，所以这算谣言终结吗？人家是要把这个东西卖到台湾是没有错只是说到了没有，现在不知道。那请问一下，如果日本要把这2万条这个中国大陆不要、韩国不要的鱼卖到台湾，那我们台湾的政府是不是要接受呢？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不能说这是谣言。因为这个虽然他们要卖来还没有卖到，所以这是谣言。可是人家已经报道在这边说了，他要往台湾卖
怎么办？而且中国大陆曾经讲过，日本一日不停止倒核污水的话，一日不会开放。所以日本的渔业损失是要让台湾的消费者来承担。那么这些吃日本的这种核污染的渔产品，我们真的是非常担心啊。而且谢大使还说，这个是患难见真情的时刻。那我们怎么看呢？这个舰长谢大使吧？谢大使，吓我一跳，还是谢大使？谢长廷大使，谢长廷大使，对。那么驻日代表，帮助的助，帮助的助啊。那我们这样讲啊，其实我们刚刚前面看到那个日本的那个阿贝啊，其实他就是很标准的中了认知作战的毒。这一个说法，他在混淆什么？他在混淆核废水跟核污水的问题，然后结果就变得好像是如此。大家有去算一下吗？他到底这个数据怎么出来的？他竟然用的是那个冷却水排放的数量来计算的，可是冷却水排放的是核废水，不是核污水啊！你现在那个福岛排放的是核污水啊，你有讲清楚吗？没有。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遇到的是海葵台风啊，海葵台风这样路径的变幻莫测，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人不能胜天，而且人类的科技也还有力有未逮之处，也就是你只检验这一个氚，其他的嘞，你有检验吗？而且这一些合并作用之后，对于人造成什么样影响，你能预知吗？那都不能预知。如果真的是这样，不如那个这么安全，那就福岛的水也不用排海，你们日本人自己慢慢喝，喝了10年之后再来告诉我们很安全。可是到时候就怕着你们生出来的孩子是2个头啊，那就糟了嘛，对不对？而且事实上啊，周边的国家不是没有意见啊。我现在手上拿的这张啊，是朝鲜，也就是北韩的意见。它最下面我又框起来的这个，也就是说，日本必须立即取消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未来万分危险的核污染水的排海计划。它隐含了一句话，叫做反人类罪。我们不要认为说北韩一天到晚在打飞弹，他在联合国就不能发言哦，他是可以发言的哦。那他不但的发言，而且周边的国家，我们的驻日代表你随便讲啊，可是大陆的大使会讲话，然后还有韩国，我们等着他慢慢选举，也会慢慢的转向。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只是暂时的。不相信，看看澳洲前总理莫里森，他也讲过类似的，就是我们的海鲜不卖中国。现在呢，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一个他的外交部长不再说这句话了吧？韩冰哥你怎么看呢？我是觉得谢长廷很好笑。谢长廷，你不是说周边只有中国大陆反对吗？那现在北韩不是人，南韩不是人，日本自己的民众不是人，所以这些人不是都反对吗？然后你不是说他们的水产，你知道谢长廷讲说他去那个市面上看了，日本的水产价格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见鬼了！这一天他们的价格已经掉了30%以上，你都睁眼说瞎话，你都看不见吗？然后他讲最好笑，说是患难见真情，请问一下患什么难？到底患什么难？这是人祸，这不是患难啊！这是日本人自己要把它倒，他其实可以选择继续摆在那边呢，也可以，他为什么不继续摆的？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排掉？那我觉得日本人也是个250到极点。他本来如果是采取中俄建议的方式，直接用蒸发的方式，要花340亿日元，他嫌太贵，他认为直接排到水里头34亿日元。结果呢，他现在光是为了宣导把它排到核污染水，把它排到大海里头去，宣导花了700亿日元。然后你要补助海鲜要花200亿，结果你花了比人更多的钱，结果还被人家骂了半死。请问一下，到底你日本政府到底得到什么好处？你就只为了护航东电，然后现在才排几天而已，已经传出10倍克。那请问一下，你排了10年之后呢？才9天，现在。对啊，20年之后、30年之后，它累积会多高？而且请注意哦，它只有检验氚，那其他的呢？铯呢？你有没有检验？之前就有一只鱼啊，他们就是在福岛附近捞到一只鱼。是，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关于日本排放核废水，现在正在变成亚洲地区蛮重要的这种国际政治的问题哈。首先，先来看的部分是岸田文雄真的有点麻烦，因为现在针对最新的检验，确实在福岛附近的近海首度验出了这个核能的包括核辐射的氚哈。那么东电公司证实喽，确实受到影响哦。而且现在这次查到这个10贝克的氚啊，除此之外，目前有关于铯、锶跟碘其他的放射性浓度现在还在持续查，但是没有讲到。有没有查到还不知道哦，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出来了，所以先前都说没有状况没有问题，是不是之后会扩大效应呢？那么现在针对于已经查出氚这件事情，日本方面已经有民众检举岸田过失致死罪哈，那么已经诉诸法庭哦。日本内部的这个抗议民间声浪还是没有轻饶岸田文雄，可以看到已经提出包括呢这种以建筑业务或是致死为由啊，提出包括。对于东京电力公司的社长，也都提出了正式的司法检举啊，这个是在日本的部分。当然，跟中国主要的部分还是在于这种水产品、海产品的这个禁止方面。中日双方现在是这样子，中国已经通知 WTO 说要停进口日本水产了，强调的是要保护中国的公众利益。那么这个做法主要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在于什么呢？很有可能这会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紧急权宜的措施，有可能最后会变成一个长期的措施跟政策，所以跟 WTO 来通知他们。那么这对于整个日本渔业方面的影响很大。那么岸田现在有一个新措施了，补助。大家就想到是不是跟走陈吉仲路线了哦？那就立刻提出200亿日元的这种补助方案，希望能在眼前弥补在日本境内当中很多渔民的非常强烈的反应，主要是为了他的民调的这个部分要拉抬一下嘛。当然，在此同时，刚刚讲到海产品的部分，日本不进口了，马上立刻就有人想补上，澳洲想补，澳洲海鲜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所以现在呢，澳洲的外长黄英贤就说，他将亲自率领政府、产业、学术、媒体。共同的一个大团到北京来好好谈一下澳洲进口海鲜要补日本这个位缺啊。讲到海鲜，韩国的部分值得关注。尹锡悦最近真的是跟韩国境内卯上了哈，真的对上了。他有很多的行动，他甚至讲说。即使是有60%韩国人是非常忧心核废水而不敢吃海鲜，他还是要带头来吃海鲜。那么最近来看他的状况，单8月的部分，8月31号，他去去水产市场，看着螃蟹拿起来傻笑，看这个画面啊，笑得很开心。他还特别晚上吃了海鲜全餐。前几天8月28号也还是吃了海鲜宴哈。那么8月24号还到市场去抓鳗鱼。真的是杠上了哦，杠上谁呢？包括反对党，现在反对党的领袖已经决定要绝食抗议，已经开始进行了。只要日本有韩国出现的绝食抗议，基本上都是开始采取这种对决的这种状态。那么日本方面也采取了台湾的一个做法，把很多核废水当中的消息说什么呢？是假讯息，而且说是大陆方面舆论对日本的煽动。而且朝日新闻还特别引述什么？我们看引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资料哦，说核处理废水是假讯息，而且说是中国简体字，好有意思哦。这个认知作战，日本也采行了台湾方面这个地方帮民进党政府方面洗刷的这个说法哦，所以这会是有后面会被扩大中日台方面这个舆论战呢？欧美方面是冷眼来看哈，那么大陆进水产品这个部分对于美国的效应会是如何？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还特别表示说哈，禁止日本水产品是理所当然的，再度强调了。那么现在主要是尹锡悦在韩国方面，他在出席外交活动的时候呢，一直也开始批评个别势力助长反日情绪，误导舆论。那么韩国尹锡悦在帮日本说话，包括舆论方面的这个抗衡，他强调这个部分是共产极权主义的煽动影响哈，所以这个部分好像也都是对中国大陆也都是在舆论方面舆论战。来讲到9·3的部分，9·3对于中国大陆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哦，有更多微博上面有很多人又提起了在抗战胜利把日本排放污染水这件事情又加入了舆论方面的讨论了。先请郑亮兄。其
其实9月对中日关系是不利的啦，是93之后还有918对，那接下来是11对，所以都是有那种历史色彩的那种纪念性的日子啊，所以中日短期内要缓解真的不容易了啊。不过我认为啊，破口搞不好是在韩国啦啊。事实上，这个日本方面贴这2张照片，坦白说了，这只是中国大陆内部有些人在微博贴一贴而已啦。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媒体还是如实报道了，韩国上街大概就是5万多人，对，那学生也出来抗议，各界人士都出来抗议。不过呢，在野党已经是总动员了，对，没错。那因为尹锡悦的政权的基础没有那么稳啊，他的总统大选的对手李在明，总统大选只输他0.8%，是，已经开始绝食是，李在明本人绝食你想一想，这会带动多少激情出来？而且公开骂尹锡悦是日本走狗，连这种语言都出来了啊。那韩国的国会300席，在野党这个尹锡悦所属政党只有115席，所以这个议题一定会变成国会的专案报告。所以我跟你讲，我认为，因为岸田那个自民党，它基本上超过2/3嘛，它的政局是比较稳的啊。可是韩国就不是这样了。对。那如果尹锡悦，你认为尹锡悦他撑得住吗？到时候国会啦等等那我认为国会一定会提出一个案就是要求能够到福岛的现场做抽验。是，我认为韩国一定会提这个案我讲的是国会了那如果日本受于这个压力不得不准，那中国跟俄罗斯也要求比照，是，看你怎么办。所以我认为韩国会是一个破口了，是因为它毕竟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嘛，跟台湾一样嘛，就是在野党还是有相当的动员的能量那中国大陆事实上，我觉得它基本上还是以政党为主啦，民众的情绪当然很多，是，可是我觉得它比较谨慎，因为我每天都在看微博对，事实上现在在反映这个事情的已经比较少了，而且趋向于比较对事实的论证比如说。人家就会开始对什么叫核污水啦做介绍。对，那我也看到一个女生拍了一个抖音，讲得蛮清楚的在讲国际原能机构那一个报告。我也看到了，对，说那个报告根本就没有帮日本背书。对，他写得好，他讲得很完整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越来越接近像是这样那比如说他为什么要去 WTO 直接去提案就表示说我是正当的。我在国际跟专业上都站得住脚，是。那可是民粹式的反弹那种运动我觉得政治的破口反而会先在韩国出现。我认为尹锡悦一定会有压力的啦，那就会去跟日本讲说，那你让我们去现场查验吧。我跟你讲，日本只要让韩国到现场查验，然后中国、俄罗斯都要求比照，菲律宾也要求比照，我跟你讲，我就不相信。岸田还能够撑1个月以上，没完没了一定没完没了的啦。郑元兄，目前东京电力公司承认说，在福岛的海域，他们查出来的辐射性的氚的确是超标。对，那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地方因为他们排出来的这些核污染水，它基本上是在福岛的海底里面排的。可是福岛的海面上最强劲的水流，就是流经我们台湾东海岸的黑潮。黑潮会很快的把这些有含氚的核污染水带向北海道。他怎么不去查北海道呢？北海道的水产品出口到全世界有60%到中国大陆。所以你说中国大陆进不进？这是一个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中国大陆已经通知 WTO 啦，因为这个进水东西要通知 WTO。对，那你日本不服气来告嘛？那你告为什么就一定告不成？为什么程序走不完？那程序怎么走不完？因为美国人杯葛使得 WTO 这种申诉机构到现在的会议都没办法开，停摆。对那你只能去怪美国啦。日本你还是争什么公义？那我觉得郑亮兄的分析很对现在在这一波理性的讨论之外，是有更强大情绪性的反弹。这情绪性反弹韩国、日本，韩国、中国、日本都有。对那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案吗？有啊，很多专家都告诉你各种方案，就你只是挑一个什么东京电力公司成本最便宜的方案。是。
你需要当东京电力公司的金主护航吗？你有需要这么做吗？那你现在损失已经不止那些钱了嘛。所以岸田文雄最好回头仔细想一想，用其他方案来解决。你其他方案呢？其实再隔个60年，问题就解决了嘛。因为所有的这些核污染的放射物质半衰期，差不多都是从20年到60年嘛。60年后自然解决了。我们举个很简单例子啊，广岛跟那个长崎的核爆，没有比这个严重吗？现在有没有？没有啦。理由很简单，核爆的高温把它烧掉了一部分，把核的辐射物烧掉，可留下来的东西经过时间。半衰期也都淘汰掉，那你为什么不循这个方式解决？有人告诉你用烧的，你也不肯；有人告诉你这么做，你也不肯。当然成本比较贵，可是你闹个老半天，水产业挂掉的话，这个对谁有好处啊？没有好处啊。当然澳洲可能很开心啦他现在澳洲纽西兰说捡到枪了，这时候他可以大举卖到中国大陆去了。因为再怎么污染，他在南太平洋啊。普丁说要吃俄罗斯鱼啊。我没有吃过，我不是那么清楚。当然，也许俄罗斯可以大卖到中国大陆也有可能啦，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本质，用别的方法、科学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实际。因为你倒到太平洋里面去，不管再没有，都是一条犯罪行为。是曾荣兄，原本这个前2天有消息传出来说，岸田首相要派这个要拜托这个二阶俊博自民党内的一个亲中派的元老议员前往中国大陆去沟通这件事情。是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看起来目前看起来是比较低，因为其实岸田跟这个二阶的关系是非常不好。那二阶原来是支持那个菅义伟的，那结果后来岸田取代了菅义伟。然后他为了要把这个菅义伟拉下来，他就去拉拢各派系就是说他一定会让党内的这些公职，所谓的党内的职位缩短任期，1年1任，最多3年。最重要，他就批评了这个二阶，因为在这个自民党内担任这个干事长，他任期这个把持太久。所以说现在看起来二阶要在这个时候出马，我看岸田大概需要花费非常大的努力那不过我觉得。讲到日本另外一个方案呢，也是他现在政府透露出来，就是说要到 WTO 去提起告诉那这个到底告诉能不能成呢？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日本在今年3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决定参加 WTO 有另外一个叫做替代性的多边仲裁上诉方案。那这个方案呢，其实大概目前有26个国家是成员。日本本来不是成员但他今年3月的时候加入这个安排，所以成为成员。所以虽然现在美国背葛了那个 WTO 仲裁机制里头的法官任命，所以他现在法官人数不足，因为他一定要有3个法官才能够审理。可是因为日本参加这个替代方案，所以日本跟中国大陆的仲裁还是可以走到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去。法官够吗？他那个法官够，那个有10名法官，那个有10名法官。所以那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东西呢？因为大家知道，台湾我们到现在为止，政府都没有参加这个机制。我们政府过去说什么他禁止我们的水果禁止我们的水产品我们要到 WTO 去告了没有？没有，我查过，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案子是我们向中国大陆提出来的。那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政府居然没有参加这个替代机制。像最近澳洲跟大陆的关系解冻。因为澳洲原来就是通过这个机制去告大陆，说他禁止他的这个大麦对他的大麦课这个什么反倾销税。后来因为大陆解禁了，那澳洲也撤回这个案子，然后才有双方关系的正常化。所以我们政府到现在一直讲说要到 WTO 去申诉，你为什么不加入这个替代机制呢？是谁做的决定呢？我觉得这个政府经济部应该要向民众交代，为什么不参加？我们以后会不知道。哎呀，那就麻烦了。有可能也不一定他应该不知道，应该不知道，所以政府都还是没有具体作为，都讲很多次了要去 WTO 抗议当然，我们现在接着来，同时来看有关于中美之间的一些接下来的很值得关注的一些动态。先来看在美国方面的内部，现在众院的共和党扬言要弹劾拜登。不是川普，是弹劾拜登，而且为此呢，很可能拜登会在白宫设
战情是像当时克林顿要被弹劾一样，因为现在已经讲说已经准备了20多名律师、法律还有宣传的这个部分的幕僚。那么在此同时来看一下川普哦，那么现在真的是川普民调一面倒。将近60%选民把川普列为首选哦，那么德桑提斯已经被狠狠的还就是被海绕到后面哈，只有狂输46%，很难了哦。那么半数受访者都认为检方起诉激起了他们对川普的支持。美国总统大选也是要持续关注的哦。当然，另外一方面来看。美国方面跟印尼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各说各话，怎么呢？是因为印尼方面这里头前阵子有印尼的国防部长访问美国之后呢，结果不是华府，是五角大厦发布了说是雅加达的一个联合新闻稿，说呢美国跟印尼巴拉巴拉会在南海怎么着主张不符国际法，双方会合作，谴责莫斯科乌克兰，讲了一大堆。结果9月1号的时候，印尼的国防部长亲自说，没有联合声明，没有记者会，我们跟中国关系很好，彼此尊重。然后呢，我在美国对奥斯汀传达是这个。哇，五角大厦说谎吗？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中国外交部立刻就说这是不是代表美国就是有胁迫外交跟谎言外交呢？当然，现在值得关注的是，拜登在9月7号参加了这个 G20， 在印度之后，即将要访问越南，那么跟越南要签署一个全面战略的伙伴关系这可能是这些年来美国跟越南的双方的关系在政经各方面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所以呢，因为都知道越南跟北京关系是很好的，所以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是很值得关注。而国际间科技界，包括在整个所谓晶片业，现在关注的是华为的一个临时宣布的最新手机，因为华为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突然发布说它的 Mate 60 Pro， 那么即将现在已经可以上市，在中国已经可以买到了定价是6999块人民币所以呢，感觉起来是针对于接下来 iPhone 的最新款而来的这个发布会。当然，最大关注是我们要看是注意它这个麒麟。这个内核麒麟芯是里头最大的关注，是不是它突破了有关于包括半导体科技跟晶片这个部分，中国大陆自己生产。那么美方特别关切华为的这部手机里头不只有5G， 现在不是说做不到5G 吗？还可以打卫星电话，有一个直接可以打卫星电话的全世界第一款所以这里头是不是制裁华为反而加速了中国的技术升级呢？这次里头的有关于华为手机的晶片这件事情，现在有很多的分析，包括华油都已经指出说，这个里头先进晶片全部都是中国设计跟制造了恐怕坐实了先前美国晶片公司的警报，就是中国有能力做自己的晶片了。那在这里头是不是有可能也有一些所谓的影子制造网络帮助华为突破呢？是中国是不是有一个所谓影子制作网络的这个系统，从中芯一路以来把这些技术能力整合起来呢？所以现在美国方面其实就在查有没有可能包括是美国方面的，包括一些投资方面的基金。间接直接帮助了中国的发展，所以现在高盛被点名了。金融时报说，高盛利用中国政府资金参投了7家英美企业，有没有可能高盛在这里头因为抢赚中国的钱，直接我们来看这里25亿美元的基金收购了美英7家公司，而这些公司是不是有些技术跟能力流到中国大陆的手上呢？那么中国内部当然，美国内部有一些讨论，包括中国留学生的枪击案这个齐大雷的这个事件那么使得现在美国方面还是有很多对于华裔包括留学生的很多的批评，包括一些偏见，像是在美国媒体 ABC 11的这个节目当中公布了这个911的报案电话，还具体指出犯人叫齐大雷，包括他的这个高中校长都还直接用这个话，他说我敢打赌他是中国间谍，他没有任何白人特征，用留学生当幌子帮中国偷东西一个校长这么样的偏见公开发言，郑良兄，白人特征，那应该去看一下《奥本海默》那部电影，那剑桥那几个都是间谍对不对？这个高盛他是2017年跟中投公司合作，17年，然后成立了一个私募基金那总共投资了7笔交易那他投资的标的是云计算、药物实验、人工智能、无人机跟电动汽车的电池对，那坦白说了，就是
他那个现在被人家追是说中投公司含有政府的资金，对，这个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是，这个谁不知道呢？中投有中字辈的，都跟中国政府有关啊，所以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时候来炒作这个是要干嘛哈。而且坦白讲，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司投资矽谷早就被全部停止了，大概在川普的后期就全部停止了。那后来甚至还追到了，不是那个千人计划，对，所以后来中国大陆旅美的一些只要拿到中国相关资金的钱，后来还1400个人回去中国大陆啊，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金融时报》会炒这种老掉牙的故事啊，因为事实上中方去投资美国的企业已经几乎没有了。现在他们现在在查的是美国去投资中国的部分，对不对？没错。那当然这里面就让人家怀疑英特尔的角色了啊。英特尔他最近跑去深圳成立了一家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嘛，是。那跟中国6个实验室签约，他们怎么不去检举英特尔呢？对不对？我就觉得真的很奇怪。我是猜啦，我是猜《金融时报》跟高盛应该关系不太好。所以才会写这种文章来修理他了不然这个我是觉得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啦。对，风声鹤唳，谁敢去美国啊？这个我不认为中国，尤其是中字辈的做底的公司，你敢去美国要投资他的新创公司，这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啊。那另外就是华为了啊，这个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对，因为现在有2件事已经越来越明了了，一个是美国的半导体协会，就是 SEMI， 对，他就指控说中国政府好像在补助华为300亿美金啊，这个金额真是吓人啊！300亿美金让他去从事制造晶片，对，那这个坦白讲没有办法证明，对，因为华为的财报没看到。是，那第二个就是华为交给这个中芯国际帮他制造5G晶片嘛，那他必须要给他那个软体的那个对应的制程软体嘛，就 EDA 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显然华为是做出来了，不然那个晶片没有办法做，没有错，那表示华为至少有一些基本的 EDA 是可以用的，是啊，那这个会是华为全部自己做的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真的不高。那这个就是他所讲的影子网络了，就中国大陆可能有华为派出工程师到各单位，然后一起联手做出了这个东西。是啊，这个我也听到类似的故事了，说华为就派100个工程师到中芯国际协助来开发这个东西。那他们是不是把这个东西理解为影子网络了？那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就比较麻烦了。是，因为这个就是华为派出去的高阶工程师的人力啊。是。在请稍微休息片回来之前，要请观众朋友，现在有关于海葵台风，现在台风眼也已经触及台湾的陆地了。入夜之后呢，其实风雨就会更大，大家要注意防范台风的灾情。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欢迎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郑文兄，你怎么看？美国怎么还在继续查高盛？这个原因何在？应该不是美国，应该是《金融时报》。《金融时报》表面上是英国的报纸，事实上100%持股是由日本经济新闻社所控制，所以它是一个日本的报纸。它在里面兴风作浪，其实不意外。那谈这也没什么好谈啊，25亿美金在国际市场上不是大的金额哈。是高盛只帮中资管25亿美金投资了7家英美的公司。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啦。那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叫中国出了9000亿啊，投资美国政府，这怎么算呢？对不对？而且还希望美国现在这个耶伦就希望中国政府出2000亿美金投资美国这个政府的公债。你不能说买股票才投资，买债券就不叫投资，这说不对嘛？债券也是投资，所以一方面要中国政府投资美国政府，然后一方面又不要中国政府投资美国企业，这个道理我怎么想都想不通没错金额一大一小，所以美国是精神上有问题啊，真的还有问题。现在美国2个总统候选人一个不断找检察官去起诉
拜登找检察官起诉川普，然后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要赶快成立弹劾委员会，要准备弹劾拜登。什么总统选举什么烂招都出来了，我觉得比纸牌屋还好看。这2位老先生哦，可能会不斗到这个你死我活，大概不会结束。对，只是说美国国防部在8月27号以后到9月1号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美国国防部讲的绘声绘影的说，印尼也反对中国大陆的南海政策啦，然后印尼也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啊，到是9月1号，印尼国防部长说没这回事，印尼很晚才反对，美国很早就说明，中间差距至少有4天的时间。那这里面呢，就表示中美斗争在印尼发挥效果啦。印尼大概也想要2方面讨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至于越南倒是值得注意啦，越南的这个越共总书记前几天才跑到友谊关，就强调说，哎呀，我们中越2国友谊永远存在。对，那现在马上要迎接这个拜登啦，他也在玩2手策略。那只是有个地方比较笨，不懂得玩2手策略一面倒就是我们台湾民进党政府动不动就是想要完全靠美国也不想着最大的优势就是你能够在两岸之间操作，让美国方面得到好处，从大陆也得到好处，他偏偏他靠一边，他以为这样才能维持他的政权，我看越来越难。稍后再回到新闻大白话。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请教左教授，印尼这个真的是五角大厦印发新闻稿吗？我想这个应该是他国防部长有他的盘算啦。也许他们之前是说双方都不对外透露。那他当然他斟酌再三，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一次美国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之前这个普拉博沃就是这个国防部长，他是被禁止访问美国的。2020年那一次他访问，那时候那个国际特赦组织还特别去抗议，因为他以前是苏哈托的女婿，那协助苏哈托去处理这些异议分子，所以他才变成说美国就禁止他入境。那好，为什么现在他要处理呢？因为他马上要访问北京跟这个莫斯科，而且他在之前6月的时候，他提出一个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就是说要把现在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呢，变成一个非军事区，然后经由公民投票去决定它的去向。那他马上就要选总统，他们明年2月就选总统。他现在是呼声最高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他2次跟这个佐科威竞选，然后都差一点就是落选了，就是没有胜选。然后他现在这次要第3次来竞选，那现在他的民调最高，所以他当然希望访问北京、访问莫斯科，再加上访问美国，就提高他的这个对。所以，这当然他就不希望这件事情继续延烧下去了。我觉得跟他实际的立场这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他形象上，他需要去访问这2个大国，再加上他的美国之行，变成3边都可以接受他、支持他。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他在印尼国内的声望才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也不愿意开罪美国，但又不希望影响到他去北京跟莫斯科的这个访问。确实是。他现在民调赢多少啊？他现在其实也不多。另外一个是西爪哇的神，差3个。